青春不曾放假，不同经历学习茁壮成长。有时眼泪要和笑容说话，吵闹对着温馨牵挂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感情的种子在年月里发芽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代价。今天看树上开满希望的花，明天甜美果子都挂满枝桠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谢谢哦。你要吃什么？喂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真的、啊？那我不客气了。安迪啊，我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哦谢谢啊。 4块半。帮你拿。喂，我缺了5毛哎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安迪，我们可以欠你5毛钱，明天再还你吗？当然不可以啦！上个星期那个学生也是这样，到现在没来还钱嘞。安迪啊，我们只是欠你5毛而已，我们又不是说不还。哇，每个人像你这样，我不是亏大本。缺5毛钱是吗？我帮他们给。算了，不吃了。我也不吃了，食物像大便一样。啊，你讲什么？安迪，只是5毛钱，为什么要跟学生计较5毛不是钱啊，我卖扒饭才赚几毛钱嘞，你懂不懂？这里是50块，以后有哪个学生跟你买饭不够钱，从这里扣。不够再跟我说，我不会让你亏本的。哦，老师，我在地上捡到一个钱包。好，我会交给办事处的。老师，这个钱包是我的。是吗？真的，你不相信？打开来看，里面有我身份证。哇，你真的很毒哎！竟然用这种招数对他。我还有更毒的还没出嘞。奇怪，以前怎么看你都不顺眼。怎样？现在越看越可爱是吗？酷啊！对了，去哪里？回家喽。你呢？一样哦，回家，不然能去哪里你在几号巴士？11号。这里哪里有11号？我这2条腿不是11号啊？我天！你住附近啊？卡拉那边哦。哇，那你不是要走半天？神经病，哪里需要走半天？我跑很快的，半个小时就到家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没有骗你，我每次来学校的时候都是跑过来的。难怪你每次满头大汗，臭死人了。什么臭啊？这是男人味 ，OK？真受不了你。喂，你妈那么有钱，你为什么不要回去跟她住啊？因为我不要靠他。哇，你有的靠不靠？我要靠都没有。哎，不要再讲这个了。你今天没有去批发中心做工吗？哎，文胜，你们那边还请不请人啊？我也想做。除非有工人有事或生病，才会找我代班的。一般也是看我老爸份上。我老爸以前也是在那里做工的。可是后来怎样？后来他退休了咯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不是天天有的做？废话，难道有钱不要赚啊？哼，想找一份工作都这么难呢、我们这种年纪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谁会请啊？喂，人家不请我们可以自己当老板啊。怎么当老板？什么老板都可以当，只要你敢。我现在还在保释期间，不可以乱来，万一被抓到，我不是死定了？没钱也是死。哎，文生啊，会不会出事啊？不会出什么事，
不是啦，我怕被警察抓。你什么都怕，要怎样赚钱？走啦。从这件开始，要做就要赶，开始吧。干嘛是我啊？你怕什么啊？不是啦，我不是怕，我是从来没有做过，不知道怎么做嘛。什么东西都有第一次的，你什么都怕，怎样当老板啊？哎。什么事啊？安哥你好，我们是。Hello， 找谁？安迪，你吃饱了吗？嗯。那我在卖 ice cream， 很好吃的，你要不要买？不要，走，不要。有人在吗？怎么办？一盒都卖不出去哎。这些人啊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想赚一点钱都这么难，喂，是不是我们卖的太贵了？一盒10块，那里会贵？外面一盒才卖5块，谁会买啊？你以为他们是白痴啊？你没有看报纸吗？最近很多老人家都被骗，何况我们都不是骗人，我们只是想赚一点服务费罢了。怎么办？里面的冰淇淋都要融化啦。真是惨了，血本无归啊！对不起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这满货的钱呢，都是你出的，我都没有钱还给你。算了，反正是我的主意。怎么可以算了呢？都说好的，我们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找工作难，自己做老板更难。以后都不懂能够做些什么。我们连这些冰淇淋都卖不出去，从我们这种学校来的，没有以后的。问嘟嘟你，我们在帮孤儿院筹款。我们都自身难保啦。你跟我们买冰淇淋，我们去赌你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请你吃，反正我们都卖不出去。不要。文胜啊，我看他是怕了你，所以不敢吃啊。算了吧你。拿过来，都融了，他不吃我吃。你先别吃。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事？安迪，我们刚刚从收容所出来，我们在卖 ice cream， 你可以支持我们一下吗？安迪啊，我们以前很不会想，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。一盒多少钱？10块。哇，这么贵啊！我们也没办法啊，我们也是跟人家拿来卖的，他们说我们贵，我们也不能亏本啊。安迪啊，我们已经走了很多间的组了，到现在一盒都没有卖出去啊 ，ice cream 都要融化了，帮帮我们吧。好吧，就给我一盒啦。任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。来，你还没扣回本钱，虽然我的数学不及格，但是这个我还是会算的。你还比我更需要用钱，你先拿去吧。Thanks。哇，真的不错哎，卖10盒就可以赚50块，那卖50盒不就可以赚500块喽？哪来的500块啊？一盒赚5块，50盒就赚250块，你会不会算的啊？哎呀，如果我会算的话，也不会在这里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真的比我在小吃店打工要赚得多哎。我叫你来卖，你还不敢，前面怕贼，后面怕鬼。不是因为没有做过吗？真的是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一条路了，以后毛毛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我们应该拿多一点东西来卖，一些利润比较高的。那些比较容易收的，
也不容易融化的，不然压力很大。有时候压力是好的，不然我怎么卖得那么快啊？不过文胜啊，我觉得我们这样做好像不太好哎。为什么？我们骗人家说我们刚从收容所出来，这好像太……我们又不是偷，又不是抢，那万一被抓怎么办？应该不会吧？最好不会啊，我是不能被抓啊。只要我们比 careful 1 o'clock 就行啦。讲什么啊？我说只要我们小心一点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搞好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哥哥，我们的家又可以煮东西了。是谁叫你随便让人家进来的？我认识他，他是你的老师。你不要怪毛毛，是我叫他开门的。都叫你不要来了，你还来干嘛？我看你家里的煤气用完了，送你什么都不能煮。我能不能煮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哥，你看，杜老师买了很多东西给我们。我家的事你不要管，也不要你可怜我。我没有可怜你，我不想看到毛毛挨饿。我去过你妈妈的家，环境很不错。为什么你不想搬回去和她住？这样毛毛也有人照顾。你懂什么啊？不要假厉害好不好啊？我不知道你和你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。不过如果你不回去，那毛毛怎么回去？他已经6岁了，应该在幼儿园读书。他跟毛毛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怎么可能说要毛毛啊？你不去问他，怎么知道他不愿意？总之我家的事你不要再管了。这些钱你先拿着。你给我钱干嘛啦？我又不是乞丐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没有收入，又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忙，难道你想去偷去骗？不是每次都有人帮你解围的。杜老师，你不用操心，我有手有脚有头脑，我就不相信靠我自己养不起毛毛，也养不起自己啊。我知道你有骨气，但是骨气不能当饭吃。你不为自己想，要为毛毛想。他要上课，基础非常重要，难道你要他像你一样？像我又怎样啦？不会读书就没有用吗？你看不起我啊？我没有看不起你，我只是想帮你，我不想你意气用事，我不想看到毛毛没有人照顾。杜老师，你不要把自己讲得多么伟大，没有你，我们以前还不是这样过。现在，请你出去。怎么啦？一个人在这里发呆？是不是每棵树都会开花结果啊？应该不是吧？什么东西都有例外。不过，即使不开花不结果，只要能供人乘凉，起到绿化作用，就已经是尽到树的责任了。你知道我在问你什么？我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？责任是尽了，可是没有开花结果，还是有点遗憾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哪有十全十美的？别再打哑谜了，这么迟了，回家吧。那你呢？怎么还不回家？你忘了，我已经开始住校值班了。我差一点忘了。如果没有学生回来，那你不是白等吗？怎么会？我还是可以做我的事，读我的书。再说，没有学生回来是好事啊。我发现你和校长真的为了学生付出很多心血和时间，值得吗？你是觉得我们在付出，可是我却觉得自己从中得到更多。你们真的很伟大，能和你们一起工作，真的很开心。开心就好。如果你愿意，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。我能帮忙什么？如果有女学生回来求助，有女老师在场比较好。副校长已经答应帮我，不过我想找多一些人手，以防万一。问题是，
经过志祥的事情之后，很多学生都排斥我。如果他们知道是我，恐怕没有人会来。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消极？我还是相信“日久见人心”这句话。我的心，他们应该也看不到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教完这个学期，我就会走。你想辞职？为什么？我知道最近同学一直针对你，尤其是志祥。不过这只是暂时性的，我也碰过。再给自己多一点时间，没有过不去的山。我有自知之明，如果过不去，我也不想勉强。所谓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只好人转啊。你不像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。别被我的外表骗了。告诉我，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肯留下来？谢谢你，不过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我走，对大家都好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喂，你来看，你看，中国安吃大便，你写的啊？当然不是啦，大便的便都写错。我把它改一下。大便的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可以加一点东西。安格丽玛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看了你一定会生气哟。他们那班，哎呀，大便啊！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来，你自己看。很过分哦！你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。安格丽，只是恶作剧，什么凶手不凶手的？哎，奇怪，刚才明明不是这样啊？是吗？他本来是写作你吃大便，也不是这个便，是这个便，也没有这堆大便，也没有苍蝇。里面有人吗？我在大便。好，没事，走吧。幸好没被抓。哇，被抓到就完蛋啦！走了。还不抓到你们？不是我们画的。不打自招。是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嘛，敢画就要敢认。真的不是我们画的啦。不是你们画的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我们只是改错字。明明就是你们，人证物证都在，还想抵赖？真的不是我们画的。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去看 CCTV 咯。到底是谁做的？自己承认。根据 CCTV，俊良洗完厕所，
到昂格林发现有人涂鸦这段时间，只有你，还有你进去过厕所，所以写这几个字的人肯定是你们其中一个。不是我，也不是我啊。我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了。你们看到有人涂鸦，为什么不报告，还加盐添醋？这么做对吗？我们只是改错字，怕人家看到，以为我们连大便都不会写。那大便的苍蝇是谁画的？也是你吗？是我画的。不关他的事，全部都是我画的。是我画的。你们算什么？互相掩护，讲义气啊！不管是谁做的，都要罚。为什么只罚我们2个啊？真正写的那个人不用罚吗？这轮不到你操心。我知道，我罚你洗马桶，你不服气，所以写那些东西来发泄，对不对？是还是不是？你说是就是。你这什么态度？逞英雄啊！是你做的就承认，不是就说不是。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好了，3个都有嫌疑，不能只针对一个，要查清楚再说。你们2个从明天开始洗厕所1个礼拜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好酷哦！从来没有人敢顶撞过马桶，你还是第一个哎。你也不错啊，敢叫他吃大便。我知道是你干的。我没有。这是什么？马哥印。还不承认？你不要告发我，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你出气。要告发，刚才我早就说了。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。不要叫我老大。还有，以后我的事情你最好不要管了。先不要走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快要迟到了。不要再找什么癌症资料了，没有用的。我知道了。我还知道你移花接木，做了一大堆合成照。不要再做这些傻事了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我和你爹地是不可能复合的。你不要白费心机了。就算我真的有绝症，也不可能吗？你懂事一点好不好？不要再装神弄鬼，告诉别人自己得了绝症。你要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也要有个限度。我为了养这个家，已经够辛苦的了。求求你不要再搞那么多事情，给我努力读书好不好？读书，读书，整天只会叫我读书。你知道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？有饭吃，有书读，你还要什么？很多人死了爸爸，还不是生活的好好的，没有父亲的日子，不是世界末日。
再胡闹了。你的爹地已经离开，不要我们了。别说是你，今天就算我得到绝症，他也不会多看我们一眼的。依林，哎，依林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告诉杜老师，杜老师会帮你的。我没事。依林，依林，依林，依林。任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他怎么会晕倒的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看到他边走边哭，问他，他又什么都不说，身体好像很虚弱。可能是为了他父母离婚的事，他一直不能接受这件事。又是父母的问题。副校长，玉玲还好吧？应该没事了，刚刚醒过来。不如我带他去看医生。我也是这么建议，可是他就是不肯，说是因为没有吃早餐。不如这样吧，让我去买一点食物给他吃，再观察一下。好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学生很多都没吃早餐就来上课？有些是来不及吃，大多数是没钱吃。长期这样不是会营养不良？有什么办法？他们的家庭环境就是这样。那天在志祥的家，他妹妹告诉我，志祥每天只喝一杯水龙头的水就来上课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学校休息时间，操场上的学生比在食堂里的还多？会啊，我们的学生都很好动，特别喜欢打篮球。才不是，很多都是没钱买食物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情？你想做什么？为他们提供早餐。想法是不错，可是这么多学生，我们的学校经费有限，恐怕很难。喂，你不是说过没有过不去的山吗？不够经费就去找啊。你不是打算辞职了吗？这是两回事。我希望在我走之前能完成这件事。杜老师啊，你有没有算过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啊？每人一份早餐，每天花多少钱呢？校长，你怎么只会想钱？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学生每天都是空着肚子来上课？需要帮忙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们帮得了全部吗？我们要量力而为呀。所以我才会找你商量啊！你想都不想就拒绝。慢慢说，不要冲动。好，每一天提供每一个学生一个面包，一个面包才多少钱，总可以了吧？那你要提供多久啊？1个月还是2个月啊？能提供多久就多久。你没有听过救海星的故事吗？能救一个是一个。问题是，如果学生习惯了有免费面包，万一又没有了，可能就影响他们的心情，最后甚至不来学校。好，就算你解决了早餐的问题，那其他2餐呢？如果也有问题的话，你是不是也要帮忙解决啊？如果可以，我当然想啊。杜老师，我们是办学校的，不是慈善机构啊。为什么学校就不可以为学生提供食物呢？其实杜老师的想法和出发点是好的，只是我们看到困难重重，不敢去做。可是我们真的是长贫难济呀。如果是经费的问题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赞助商？如果找不到赞助商，可以从我的薪水扣。你的薪水才多少钱呢？能提供多久啊？那就呼吁全校的老师捐出部分的薪水。杜老师，我知道你古道热肠，热血沸腾，舍己为人，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有些人还要养家活口的，你愿意，他们可能不愿意呀。我会生气，就是因为你的态度，没有问怎么知道他们不愿意？有些事情是不用问的，我就是第一个不愿意的人。不说我也知道，铁石心肠。算了，就算你不同意，我还是会进行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还有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我教完这个学期就不干了，我现在就去打辞职信。杜老师，杜老师，他为什么突然间要辞职啊？还不是为了志强的事，同学们都在背革他，还是那么冲动。他这次不是冲动，是认真的。其实他提议的方法有未必行不通，我愿意拨出一部分的薪水为学生提供早餐，
能帮多少是多少。你要跟他联合起来起哄啊！丽红，我没想到你会比我早到。我已经很久没让人等我了。想喝点东西吗？不用了。坐吧。那么久没联络了，没想到一见面，竟然会是在这种情况下。是啊，一转眼就10多年过去了。小何怎么了？他很好，小何比以前开心多了。学校帮了他很大的忙，谢谢你们。谢什么？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其实，孩子出了问题，父母是要负最大的责任。现在我都会尽量早点回去陪小何。这样很好啊，多点跟孩子相处聊天，是亲子关系重要的一环。那你呢？你的孩子也应该大了吧？还没结婚。没想到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把重心放在学校跟学生身上。你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应该考虑一下你的终身幸福啊。缘分这东西，顺其自然吧。校长，哦，原来他有女朋友啊，难怪我妈每次介绍女孩子给他，他都不感兴趣。看那个女的的背影，应该是个熟女，不知道长得漂不漂亮。哎，我们进去看看啊！不要啦，不太好吧？其实男女一起吃饭很平常的啦，而且我看那个女的有一定年纪了，说不定是哪个学生的家长嘞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没有兴趣，而且他想跟谁交往那是他的自由。我舅舅条件不错的，就算我妈不给他相亲，也会有女孩子主动送上门。副校长，我看你可要快马加鞭喽。你为什么总是在这里等我啊？也不打电话给我？因为我怕被你拒绝啊。你也有怕的时候。是啊，我怕你不理我，在这里等，至少可以假装路过，跟你讲几句话。扮痴情啊，很不像你啊。我也这么认为。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就变了。少来这一套，我不是无知少女。我知道你是铁石心肠嘛。什么铁石心肠？铁石心肠是另有其人。哇，谁惹你生气了？这么多苦水。你离我远一点啊，免得被我的苦水淹死。很烦啊，上车吧。我不喜欢游车河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让你把苦水全都吐出来。上车吧，保证你不会后悔。小强，你可恶！我没骗你吧？是不是让你把苦水全都吐出来了？啊！什么爱心校长，全都是骗人的，计较又吝啬，死包着学校经费，不给就是不给。真不明白，彦斌为什么会把他当偶像？有没有试过找赞助商啊？找过了，可是他们都说行情不好，不肯赞助。你有没有认识一些面包店的老板？是有认识几个啊？那你可不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，让他们捐出卖不完的面包？应该可以。问题是他们卖剩下的面包也不多，怎么够全校的学生啊？说的也是啊，生意再差也不可能每天剩下几百个。再说，偶尔赞助1、2次是没问题，可是如果要长期供应，就算是好朋友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啦。总之，越有钱的人越吝啬。对了，
你的学校不是有烹饪班吗？我可以去教他们做面包啊。好主意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幸好今天我有上你的车，时间总算没有白费。跟我出来很浪费时间啊。原来你这么想的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最多待会儿请你吃一餐好的。你说的啊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。哎，大家排队，不要抢，每个人都有份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再抢我一个都不给了。哇，这些人好像没有吃过面包一样，长到这个样子哎。就是咯，真受不了。可以拿2个的咩？我上课里没注意的时候拿的。那你带回去给毛毛吃吧。安克林，他们拿2个面包。喂，赶快拿回来，一个人只能拿1个，不然别人没有得吃了。拿回来。Shut up 啦 ，Jessie， 1个面包而已，拿回去给 Uncle Lim 了。你那么多嘴，小心嘴巴烂掉啊！他的嘴巴已经烂了，讲这么多话，臭死人了！喂，你们2个讲我。走开啦！走开啦！那，干嘛？带回去给毛毛吃啊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已经吃饱了，去吧，要婆婆妈妈的。谢谢你，文胜。哇，怎么这么多人都挤在那里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过去看看。拜拜，妈咪。拜拜。听好，一个人只能拿1个，不要抢。哎，不要抢，一个人只能够拿1个。听我说，一个人1个，不要抢。他们在干什么？哦，那边在给免费的面包，那再给你了。你平常没有这么好心的，这个面包一定有问题，我还是自己拿。这个白痴几时变得这样聪明了？哎，不要抢，不能多拿着，一个人只拿1个，不然别人没有的吃。都说不要抢。阿格林，面包是谁送来的？哦，就那个，我也不知道，一大早就有人送来，我就帮忙分了哦。哎，都说不要抢，不要抢。难道是正南？你好，周校长他在吗？他还没来呢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没关系，谢谢你。怎么那么面善？副校长早。早。刚才有位美女来找你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真的是美女啊。到底是谁啊？不知道，来不及问她就走了。可是看她的背影，好像很熟悉。应该是家长吧。对了，今天早上有个好心人捐了一大堆面包来学校。哦，是吗？我算过了，1个面包几毛钱，一天就要几百块。你说这个好心人可以撑得了多久？好过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应该撑不了多久。我问你啊，这个好心人是不是你？我还以为是你呢。别装了，明明就是你。我跟你同事那么多年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我为什么要骗你呢？真的没有骗我？真的没有。很少看你迟到的，应该是还没吃早餐吧？特地为你留了一个面包。这面包是买给学生吃的，你干嘛跟他们抢呢？我没跟他们抢啊。这是算好1人1个的。如果你把1个面包拿过来，1个学生就没得吃了，我就还给他们。哦，你看清楚一点，那个人捐的面包有这么大吗？这是我特地买来给你的。说的也是啊，要买那么多面包，怎么可能买那么大个的？真的是你买的？是啊。好吃好吃。这里有2张天地有情的戏票，我听你说你很想看，送给你。谢谢。多少钱我还给你？哦，不用了，都说送给你了。可是我只需要1张啊。你可以约朋友去看，
或者叫 Angel 陪你去看吧。副校长。啊？你有没有空啊？有啊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？好啊。那你先帮我收着吧。好。校长、副校长，杜老师，你真过分啊！不支持我的计划就算了，还抢学生的面包。哦，不是，杜老师，这个面包是我……这面包有问题吗？脸皮可真厚。你找我有事啊？原本我找了一个厨师来教学生做面包，可是，你看还有没有这个必要？有，当然有了。你这个计划好啊。可是已经有人捐面包，再加上学生学做面包，那不是太多吗？不会太多啊。我觉得这个捐面包的好心人应该撑不了多久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其实有谁会长期捐面包呢？你去进行你的计划啊，去。好吧。校长，这个面包是我送给你的，你宁愿让司马误会，也不要跟他解释清楚。难道你怕人家知道吗？哇，臭死了！到底是谁呀？敢做不敢当，怕我们被罚。算了，有我们两个当替死鬼就 OK 了。不是呢，你说这些字是谁写的？觉得是钟俊良。我猜也是钟俊良。你没看他看马桶的眼神啊，好像看到仇人似的。这个人的底我还没摸清楚，以后少了他。你怕他，我可不怕。谁怕他？我只是担心你耶。喂，厕所不能用，为什么？你瞎眼呐！没看到我们在洗厕所啊？那又怎样？你们洗你们的，我洗我的。哇，我们已经洗得很干净了。你再用的话，我不是多洗一次？放心，我想得很准的。比你更准啊！不要打了！为什么打架？为什么又是你们这几个？俊良，跟我来。有什么话在这里讲？他们已经被处罚了，你为什么还去惹是生非？我没有错。不可以这么没礼貌。你才来学校多久啊，就搞出这么多事情了？你能不能自爱一点啊？干嘛？笑什么？有话你就说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反正什么都是我不对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主任现在是给你机会解释，不要说气话。难道不是吗？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就认定是我？我知道，因为我成绩差，我的底不好嘛。涂鸦的事我没说是你做的，我还相信不是你做的。我警告你，别给我这种脸色看。如果不是你做的，就不要承认，别学人家逞什么英雄。反正你是要给校长一个交代，是谁做的，有什么差别？怎么想拿我啊？来啊！主任，你冷静点。都说我为你们开启一片天地，我说你们给我最喜欢的旅行，或许分不清，但至少我很确定，你们的笑让我变得更平静。都说我带你们音乐变换四季，我说你们给我最美丽的风景。世界太拥挤，但透过你们的眼睛，我看到
自己。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连在一起，从陌生到熟悉，到最后变成了不能够分离。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轻易，相互完成了彼此回忆。